短短7秒的视频却掀起了全网热潮。王一博一句轻描淡写的"我想请个假"，配合他低头撸猫的画面，瞬间点燃微博热搜。粉丝炸了，路人笑了，营销号疯了。有谁能想到，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视频，居然在24小时内突破7210万播放量，硬生生碾压了 Vogue 盛典的官方热度。这一刻，酷盖不再是高冷的偶像，而成了那个让人心都要融化的小王同学。7秒的温柔，成了所有人心头的甜。王一博的魅力，从来不是一味的帅，而是反差。他在镜头前骑摩托时，是冷酷到底的速度男神。但镜头一转，抱着猫咪轻声说请假的瞬间，整个人都变得软糯。这种反差萌的冲击力，是当代流量偶像中最致命的。因为那种酷中带暖的气息，正好戳中了观众最柔软的部分。粉丝在弹幕里狂刷，完了，我又恋爱了王一博，这波是心机萌。但事实是，他并没有刻意卖萌。这就是最自然、最真实的王一博。有人以为这只是一次随意的短视频拍摄，但熟悉王一博的人都知道，他做任何事从不随便。镜头角度、光线色调、动作节奏，每一个细节都拿捏得刚刚好。他不是在拍视频，而是在讲一个故事。故事的关键词是真实、自嘲、温柔。一个顶流偶像，用最简单的形式展示了最难得的生活感。这才是他区别于其他明星的地方，他不演人设，他活出人设。就在所有人以为他只是玩梗请假的时候，王一博悄悄地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的舆论反转。因为几天前，他还被部分黑粉嘲讽为活动缺席王资源疲软。然而，一支7秒视频，让他不仅洗白，还反手登上了最具影响力艺人榜 TOP 1。这就是王一博。他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化解危机，用微笑重塑舆论。没有发声明，没有撕标签，只靠创意与真诚完成一次完美逆转。真正的顶流从来不靠吵架，而靠格局。王一博面对流言、攻击、质疑，从不辩解。他选择用行动说话，用作品回应。请假视频的出现，不只是一次娱乐事件，而是一种态度。我在，但我不吵。我走慢一点，但走得更稳。他的克制与沉静，是这个浮躁娱乐圈中最稀有的品质。这也是为什么他能一次次从风口浪尖中全身而退，还能稳坐 C 位。为什么粉丝会为这7秒疯狂？因为王一博懂他们。他知道粉丝不是想看华丽造型，而是想看到他最真实的一面。一句我想请假，让粉丝有了共鸣。他也会累，他也需要喘息。这种共情是偶像与粉丝之间最强的情感纽带。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明星，而是那个偶尔想休息的年轻人。粉丝因此更加心疼，也更加深爱。不得不说，猫的出现是神来之笔。当他低头撸猫，眼神温柔得像被阳光融化。那一刻，整个画面仿佛在说，连王一博都需要温柔。猫不只是宠物，它是治愈的媒介。它象征着温柔、陪伴、信任。而这些，恰好是粉丝对王一博最深的期待。他和猫的互动，不只是画面可爱，更是一种心灵的共振。流量不是凭空而来。7210万的热度背后，是内容质量与情感共鸣的完美结合。在一个短视频泛滥的时代，想让观众停下拇指的唯一办法，不是噱头，而是真情。王一博做到了。他用7秒打败了数十个品牌宣传大片。因为他明白，观众不缺视觉冲击，他们缺的是情绪共鸣。有趣的是，王一博在视频中完全放弃了偶像姿态，穿着宽松 T 恤，发丝微乱，语气平淡。但正是这种去偶像化的自然状态，让他显得更真实。在那一刻，他不再是舞台上的王一博，而是生活中的王一博。而粉丝喜欢的，恰恰是这种不设防的亲近感。曾经，他是娱乐圈最让人捉摸不透的艺人。寡言、理性、不笑，是他的标签。
但请假视频让人看到他的冷漠外壳下其实藏着极致的温柔与细腻。这种转变不是刻意打造，而是岁月沉淀的结果。王一博在成长，而粉丝也在跟着他一起成长。过去，粉丝追星是狂热的，占有欲强的。但王一博的请假哲学让追星文化变得更温柔。他在传递一个信号，爱一个人不是控制，而是理解。当粉丝们留言你去休息吧，别太累，这其实是偶像与粉丝之间最成熟的情感表达。他引导了一种新的追星模式，理性、温柔，彼此尊重。同一天 Vogue 盛典大牌云集，红毯闪耀。但无论多大的明星都敌不过一个7秒视频。这不是流量对比，而是温度对比。王一博用一只猫，一句请假，制造出比红毯更高级的情绪冲击。这证明，在数字时代，情感才是最昂贵的内容。顶流这个词被滥用了太久，但王一博却用行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顶流不需要喊出来。他不追热度，却成为热度本身。他不解释，却让世界主动靠近。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安静却有力量。无论是舞台、镜头还是生活，王一博始终保持着一种真，没有矫揉造作的表情，没有虚假人设。他在荧幕外的沉默，在镜头下的微笑，都是真实、未经修饰的自己。这种真诚，正是他长久屹立不倒的根基。第15章，危机公关，不如真心示人。面对外界的风波，他从未依赖团队操控舆论，因为他知道粉丝不是数据，他们有感情，所以他选择用真心回应，而不是话术。请假视频就是他最聪明的非公关式公关，不争辩，不表态，却赢得了所有人心。王一博的短视频策略始终独具匠心，每次发布都是精心构思，却又自然流露。他懂得如何把握平台节奏，如何制造话题度，如何掌控节奏。他不是被动的流量产物，而是主动的内容创造者。如今，许多艺人开始模仿他的生活像短视频，但那种自然的松弛感，那种不经意的温柔，却没人能复制，因为那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。王一博的顶流气质早已超越了明星层面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。它代表着一个新纪元，一个拒绝虚假、拒绝标签、坚持做自己的时代。7秒视频不只是一次爆火事件，而是王一博精神的缩影。简单却不平凡，安静却能席卷全网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生态里，流量只是表象，情绪才是长久的资本。王一博用一段7秒短视频把这一点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他没有依赖任何硬广，没有大段煽情台词，而是用最小的投入换取了最大的情绪回报。一句请假，一个撩人的瞬间，一只安静的猫。观众不是在追逐他的光环，而是在追逐那种被理解、被安抚的感觉。这正是情绪资本的价值，它可以转化为忠诚度、消费力与口碑传播。粉丝在看到偶像脆弱的一面时，会产生保护、共情与认同，这些情绪会驱动他们主动去创造内容，守护偶像，反击质疑。短视频之所以爆炸，不仅因为画面好看，而是因为它引发了千千万万人的即时情绪反应，点赞、转发、二次创作、评论，形成了一个自循环的生态。更关键的是，情绪资本是极难被竞品复制的。品牌投放可以制造热度，但难以制造真实情绪。模仿者可以复制画面，却复制不了那种由岁月、个性与积累产生的信任感。王一博的每一次日常小动作都在慢慢积累这种无形资产，当下的7秒只是一次触发，长期的情绪投资才是他持续保持顶流地位的底层逻辑。因此，王一博给行业的启示是清晰的，与其争夺瞬时曝光，不如经营情绪；与其堆砌噱头，不如以真诚博取心灵。情绪资本决定了流行的厚度，而非仅仅是它的宽度。懂得这一点的偶像与团队，才是真正能够在风口中长期立足的玩家。
7秒引爆热度只是开始，真正考验的是如何把短时爆款转为长期效应。王一